今天咱们聊个可能会吵翻天的话题：男人到底能不能哭？能不能随心所欲、痛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感情？有人说，当然可以，男人也有感情，这并不代表软弱。但也有人说，这不行，你要是在我面前哭，你立刻就没有吸引力了。而且在这个议题上，不分男女，基本上分成了两派。那咱们听听这两派有什么真实的声音。一个是情绪开放派，一位男士说，男人表达出愤怒之外的情感没问题，这说明你了解自己的情绪，也不害怕它。一位女性则公开呼吁说，拜托，别让我再碰到那些情感封闭的男人。我喜欢伴侣情感在线，不怕表达感情。在他们看来，情绪的流动是亲密的润滑剂，你能让我看到你的悲伤，我就更能够靠近你的内心。另一个呢，是情绪克制派。一位女士说，我喜欢坚强的男人，如果他因为父母去世而哭，没问题，但为小事儿都哭，那就像湿纸巾一样毫无韧性。有男性朋友说，我一旦在女性面前表达太多情绪，我就能感觉到他们的眼神都变了，那种厌恶感一旦出现就很难挽回了。于是他们总结出一条生存法则：可以私下哭，可以对兄弟哭，可以对父亲哭，但千万不能在伴侣面前哭。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，一位女性发帖说，我的男朋友最近哭得很多，这让我有点烦。我们在一起8年了，这种情况最近才有的。因为听歌、关心朋友、经历特别的事儿都会哭。起初我觉得他能安全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很好，但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应，感觉有点烦。你可能会问，到底谁对？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男人情感开放很吸引人，有的人却很反感？那咱们来看看科学研究揭示了怎样的真相。有一项叫做因挑战传统性别角色而受到惩罚的研究表明，男性在关系中表现得更女性化，不论男女都会觉得他更弱。而女性在职场中表现得更男性化，则会被贴上难相处的标签。换句话说，社会对男人该怎样，女人该怎样有潜台词，一旦你偏离了，就会付出代价。另一项研究则探讨情绪偏离，以非典型的方式表达情绪会不会付出代价。结果发现男女都会，但女性付出的代价更大。这是因为人们预期女性更擅长于表达情绪，一旦不符合预期，就显得反常。男性虽然代价小一点，但如果表现得过于女性化，就会影响他的吸引力。情感付出与情绪承载，我们常说女性在关系中承担大量的情感付出，比如照顾孩子、安慰伴侣、记住纪念日、组织活动。没错，这些都是真实的情感付出。但男性也有一种被忽视的情感付出，叫做情绪承载。在女性主义哲学季刊中有一篇论文，把这叫做情绪压缩，也就是情绪承载。男性被社会训练成要坚忍克制，把感情压在心里，在混乱时保持稳定。这其实是一种价值很高的情感付出。家里遇到危机，要稳住情绪，解决问题；孩子出事儿，要成为坚强的后盾；伴侣崩溃时，要接住他的情绪，而不是被带走。因此，男性通常承受更大的情绪压力，而很多女性的情绪承载力并不高。这就是为什么当男性一次性倾倒太多的情绪，而对方承受力不足时，就会产生反感，甚至排斥。情绪像洪水一样压过来，它会产生不适、愧疚，甚至产生你让我陷入困境的愤怒。结果它可能给你贴上情绪太多的标签。
这种标签会悄悄侵蚀关系。男性表达情绪的3个常见误区。误区1，一次性倾倒，积压了100个单位的悲伤，一口气儿全说出来，而对方一次只能接住50个单位，立刻被压垮。误区2，找错倾诉对象。精神科医生、老朋友可能承受得住，而伴侣或普通朋友未必能处理得了。听完后，他们可能更加困扰。误区3，缺乏渐进式表达。女性朋友通常用这种方式，先抛一点情绪，对方接住，再回应一点，来回几轮，情绪逐渐加深。比如，一个说：“我男朋友真糟糕。”另一个回应：“我懂，我的也不怎么样。”随后又说：“他昨天居然做了这个。”进一步回应：“我知道，他前2天也做了那个。”情绪像接力棒一样传递，建立强烈共鸣。而很多男性没学过这种节奏，一开口就是情绪洪水，像湿透的纸巾，瞬间崩溃，让人无力承接。安全表达情绪的2大技巧：第一，减压法。先找1、2位能承受的朋友泄洪，释放一部分情绪，再进入重要的伴侣对话。第二，分散法，不要把所有情绪都丢给一个人。女性常把情绪分散给多人分担，一次承受50个单位，剩下的分给不同的朋友。男性也可以学习这种分散式倾诉，降低单一关系的情绪压力。情绪与吸引力的平衡公式。吸引力关键在于2个变量：你的情绪表达量，对方的情绪承载力。当表达量小于等于承载力时，关系更加亲密；当表达量大于承载力时，吸引力可能下降。所以，男人能不能表达情绪？答案是能，但要聪明的表达，不要被男人就该坚强的旧剧本绑死，也不要陷入我什么都要说的另一个极端。像训练肌肉一样训练情绪表达，判断对象，判断时机，控制剂量，循序渐进。当你既保持内心力量，又能让别人看到真实，你的情绪就会成为吸引力的一部分，而不是负担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。